点了啊。这个我觉得看到我觉得尾随在另外一个岛。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深圳市天文学会的徐连达，然后负责主持今天的这个天文摄影的讲座。那今天呢，主要是讲银河的。然后这个场地方这边这个举办。今天我们邀请了这个张一鹏老师来具体的介绍银河的高阶的一个拍摄方法。然后下面呢就有请张老师来开始今天的讲座。谢谢大家今天到这个现场来捧场。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也是来自深圳市天文学会的张一鹏。我大概是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天文，然后开始玩天文摄影的时候也已经是大学了，然后大概这个就是5到6年的时间，然后我行星、星野、深空都是有拍摄的，然后上过一些杂志。就是星野摄影以及银河摄影，这个是今天讲座的这个目录。那首先我们先来归个类，究竟什么是星野摄影？星野摄影在天文摄影里面是什么样的这个区别？我们在爱好者的里面呢，大概是把天文摄影主要分成3类。第一类是深空摄影，可以看到深空摄影主要是拍摄星云、星团、星系这几类的这个特写，它的这个要求曝光时间很长。正常来说，我们曝光的这个时间呢，都在1个小时以上，甚至我们现在有些极致爱好者把这个设备放在远程的天文台，这个曝光的时间会超过20、30小时。我们的极致爱好者1年中可以超过1个月、2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目标。这个的后期难度对环境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第二类是行星摄影，是针对我们太阳系及地球外的7大行星去进行一个拍摄。这个拍摄呢，需要我们有很大的望远镜，然后呢，焦距要很长，同时呢，对大气的稳定程度要求是非常高的。这个呢，后期它也是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然后第3类呢是星野摄影，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把星空与地景和人相结合，在广角和标准的这个焦段进行拍摄。那这个门槛其实就低了很多了，不仅仅是我们有它的这个单反也好，微单也好，甚至是手机，只要有一个3脚架，它就可以开始拍摄。它的后期流程呢也非常简单，门槛也很低，甚至说我们只要把手机架好，然后对准这个银河就可以直接开始拍摄，这个门槛是最低的。那既然说我们要拍银河，首先我们是不是要知道从哪里开始拍，什么天气可以拍，什么时候可以拍？那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光害。我们在光害评级的时候呢，有一个评级的标准叫波特尔的暗空等级，它是全球通用的一个夜空的亮度分级标准，一共分为1到9级。其中1级是最黑暗的夜空，而9级就是像深圳市中心这样的纯粹的夜空。那我们在拍摄银河的时候呢，建议是知道低于5级的光害。那这个地图是怎么去查询到的呢？我把这个网址也附在这里，大家可以拍照记录一下，或者说直接是在这个手机的浏览器上就可以直接进行访问了。我们的图是怎么看的呢？这个图其实非常直观的，我们看到图上颜色越白的地方，其实它的这个光污染越大。
像深圳的市中心、广州的市中心、珠三角这一片，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城镇的范围，这个地方的光污染是非常的严重的。那我们知道，晚上在城市的星空基本上是看不到什么星星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想拍摄，那就必须要往外走。比如说，最近就是你知道，这个深圳市天文台、惠东、河源，甚至更远的韶关、清远一带，才能看到清澈而污染的星空。这里举了一些例子，我们深圳跟广州城区的这个波测等级是8到9级，到了市天文台就能到大概5级，此时这个银河也是肉眼可以勉强看到的。到了河源龙山这边，大概就是4级，大概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时候的这个暗空的污染就非常小，所以说这个地方的银河是可以轻松看到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用相机去拍摄，或者说长时间曝光的时候呢，这个银河的亮度还是会有一些光污染去被覆盖掉，这个夜空并不完全纯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盗用一些冷色的视频，这个区域的天空就相对透彻了。那有些小伙伴很好奇，我们广东有没有一级区？这个非常遗憾，几乎是没有的。一级区的这个标准非常高，它要求在方圆数百公里的范围内没有一点光污染。这个要求一般来说只能说我们到了云南还有大西北这些地方才能达到。可以加点赘述。第二个，拍摄银河要看天气。那大家都知道，下雨天是看不到星星的，看不到月亮。那晴天可以吗？可以，但不一定可以。因为正常来说，我们在手机自带的这个天气 APP 上面查它的这个晴天的情况的话呢，有时候它会告诉你晴天或者多云。这种情况下，它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个手机天气的 APP 它是服务于我们日常之晴的，只要云量是一定的等级，它就可以判定为晴天。但是对天文爱好者来说，这个标准还是太宽泛了。所以说，我们需要依靠一些专业的这些气象网站去判断当地是不是晴天。比如说这里列出来的 Windy 和 Meteorblue，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Windy 的网站。我们可以通过点击地图来查看当地的这个云量的分布。比如说，这些深灰色的地方呢，云量是非常大的，说明这个时候通常是阴天或者下雨。等到我们发现这里出现一个小月亮的标志，然后同时这里的灰色变得浅了，说明这个时候是一个天气条件比较好的晴天。但是呢，咱们众所周知，广东的这个天气瞬息万变，前一秒是晴天，下一秒是下雨的。所以我们这些气象软件呢，它基本上是覆盖到12个小时左右的预报范围，没有办法做到绝对的准确。甚至我们说超过3天的预报其实是完全不准。所以说我们在出发之前呢，也是要提前去看天气。这个是 Meteorblue 的这个预报网页，它的这个预报的这个图表就比较直白。第一栏是白天的温度跟夜里的温度，还有一些小气象指标去帮你判定它的这个晴天还是阴天。第二栏就是我们最关键的能量。我们看到在深黑色的一栏这里面，说明是黑夜。然后当你看到你要去的地方，这晚上基本上都是这种空的，或者说是淡白色的这种能量分布，说明这一晚它是安全的。第三栏是涉及到风力的，就我们目前是不需要做太多了解。好，那有了晴天就足够了吗？其实还是不够的。那我们在天文拍摄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看透明度。这个透明度怎么理解呢？它其实就是天空的通透度，或者说是蓝度。我们在深圳的这些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在冬天的这个蓝天跟在盛夏的蓝天，其实它的蓝度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明显感觉冬天的这个晴天，它的天没有这么蓝，稍微有一些这个其实就是透明度不好导致的。那我们拍星的时候呢，这些雾霾呢，它不仅会导致我们星星的亮度下降，还会导致城市光污染的这个蔓延更加剧烈。同样的这个
光染情况下呢，透明度不好的天气，它的光染可以蔓延到更远的地方，对我们的这个拍摄造成影响。所以说，在天文拍摄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求空气中没有布满沙尘重的水汽。我有一次出差的时候，就是光看着这个晴天，但是到了这个地方，发现这个星光很暗。后面早上曝光一发现，它这个整个天都是灰蒙蒙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拍星的时候，发现星星的亮度变暗了，银河对比度也降低了，甚至会有这种偏色。那这个也是透明度降低造成的影响。那我们在透明度这块有没有一个相对的参考值呢？有的，其实用我们这个在地就可以查得到。这个叫 AQI 值，大家都知道，看你这样的一个相对参考值。建议的是低于50的时候，磁盘是没有问题的；但高于50的时候，可以明显发现天空已经是灰蒙蒙的状态。这个时候就不建议你再去拍星点、拍银河了。好，对于广东来说，这个重点来了，我们总结一下一年中大概是什么时候可以去拍星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盛夏的时候，我们常说的深圳来的晴夜，这个时候地球有一个同淡比地形叫副热带高压，这个高压是深圳夏天高温的核心的元素之一。在它控制的情况下呢，整个夏夜基本上是晴朗无云的，而且非常透彻，这个时候可以拍。然后呢，是台风过境之后的1到3天，这个时候呢，通常云量较少，天气比较凉爽，然后我们可以在一个相对舒适的天气条件下，加上透彻的夜空去进行拍摄。还有就是秋高气爽的晴天，像深圳大概是9到11月这期间，通常是一年中晴天比较多的时候，而且空气比较透彻。我们这个爱好者圈子里面，前几年在国庆节期间，因为每年它天气这时候比较好，然后在符合月相的情况下，都会组织去河源啊、韶关这地方进行拍摄。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可以关注冷空气过境之后的晴天。切记是不要冷空气过境当晚或者第二晚要去出摊，这个时候通常风比较大，气候条件比较恶劣。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晴天但是不是很开心的天气呢，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春季，4到5月，大概这个区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低层大气的湿度是比较大的，就是传说中的回南天。还有的就是我印象上个月深圳的我们这个天气预报报的是晴天，但是天空就是灰蒙蒙的。那几天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新闻，还有这个卫星云，发现东南亚那边的韶黄，整个那个污染的雾霾飘到了这个华南的上空，导致是非常的。这个时候也是不能平安的。还有就是盛夏强对流爆发之后的晚上，强对流的云气呢，它会在高空进行扩散。这个预报的这个时效其实是比较短，所以说我们需要用卫星云判断它是否能够进行出摊，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就我们有一次出摊，就是因为受到了这个降雨云的影响，预报是当天晚上6点之后就没有云了，但是实际上到了10点多、11点云开始慢慢散去。这个严重的话，甚至有爱好者是到凌晨3点、4点才开始拍的。这个的话基本上一晚废了。还有就是台风来临前的温热晴天，雾霾也是非常重的。然后剩下就是秋冬季节，发现冷空气冷风过境之后，长时间不下雨的晴天，这个时候这个天气的状态处于一个静止的场景，它的空气也是不容易扩散的，容易导致雾霾的聚集。像这张图片就是24年7月1号晚上，我在福田拍摄的一个银河的照片，当晚这个大概就是10的样子，所以说即使是肉眼一看，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银河，也是可以明显看到的。好，说了那么多，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广东的天气实在是非常的可恶啊！这个一年到头也就是那么几天可以拍摄，那结果到了拍摄那一天，你会发现，这个月亮怎么又出现了？那我们会发现，古人他是有一句很著名的话的，叫月明星稀，意思就是在月亮很大的晚上呢，这个星空是看不清的。那除了城市的光污染以外，
这个在天空中最大的自然的光污染其实就是这个月亮。那我们拍摄银河的时候呢，除了对天气要求很高之外，月相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我们在这里也整理了一个表格，大家拍摄在农历初1到30里面，哪些天是适合拍摄的，哪些天是不那么适合拍摄的，还有这么小半个月是完全不适合拍摄的天气。像这个是就像那个树到榜的那个介绍，它那个22这时间，要么前半夜只有2到3个小时，要么后半夜只有2到3个小时。这个时候，这个月相呢会对我们的星空拍摄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这么一筛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月其实也就只有10到15天是适合拍摄的，然后我们还要再叠加这个天气不利的因素，还有工作日的因素。然后我们把这些全部筛选完之后，发现你要凑齐周末、晴天、没有月亮这3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这个一年也就是只有那么几次机会可以出去拍了。好，那我们除了关注天气跟月相之外呢，还需要关注的是银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在小红书上经常刷到有些朋友，他把手机架在了这个晴朗无污染的晚上呢，但是他说为什么只拍到我们的星星没有银河呢？他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其实这个问题是出在了我们的这个时机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它是绕着太阳在进行公转，公转的时候呢，每个月我们以太阳为中心的参考系，地球的这个背景的星空是会发生变化的。这个也是我们黄道12星座的来历，是比如说这个3月到4月的时候，太阳就在这个摩羯座还有这个双鱼座附近，大概是这么个类比。那同样的话，我们这个银河是在天球上面分布的，我们这个地球公转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星空拍摄会产生这个夏季银河跟冬季银河的区分。它们2个差了其实非常多。这里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对比图，我们可以看到夏季银河它是相对更明亮的，而且有明显的这种暗带，这是银河系往内看方向的一个尘埃带。而冬季银河呢，相对会更暗淡一些，而且它的特征会有那么明显。然后呢，这里也列举出了它们适合的拍摄时间。那比如说像现在呢，如果你想拍冬季银河，那其实就是一个那么适合的时候了。那你要拍摄夏季呢，它明亮，而且特征很多。这个时候大概是半夜12点之后，它就慢慢的升起来，然后要可以不会熬那么重的夜，然后对我们的这个睡眠也相对比较友好。然后夏季呢是什么时候不适合拍的？到了12月之后，这个太阳运行到天蝎座跟人马座附近的时候呢，它就不适合拍摄了。好，讲完了时间，再讲讲工具。有哪些工具是我们拍星空是一定是要带上的？这个硬件一定要有一个3脚架平台，然后手机夹座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呢就是手机夹座，今天刚好带来的。这个就是用于连接手机跟3脚架的一个必备的工具。没有它的话，这个3脚架就是手机是无法固定在上面的。那假如说很不巧，这个手机跟这个3脚架刚好没有带，或者说是手机架也没有，怎么办呢？在路边找一块石头或者砖头，直接把手机往上面一放，只要它能固定住，它也是有这个充电的条件的。然后呢，对我们这个相机的用户来说呢，除了这个相机本体，还有大光圈的镜头，3脚架也是需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购买的是这种带编程的快门线。现在很多新的相机还有内置的这种快门，就是快门的编程可以设置拍多少张，拍多少秒，然后间隔多久拍摄。那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呢，就必须要用到快门线，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配件。OK，
讲完硬件之后，我们再讲讲软件。我们可以看到列出了一大摞的软件。这两个呢，谷歌地球跟长光共享地球，它的两个功能是一样的，都是负责查看我们当地出差的地点的这个海拔、地形、这个遮挡的情况。天文通这个相信大家是耳熟能详的，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天文软件，它可以查到天气、月相，然后包括银河升起的时间，这些详细的这些拍摄的参数，还可以看到光缆这些的数据。然后这一排这5个软件呢，都是这个星图的软件，可以帮助你判断银河是什么时候升起，我要拍的星座在哪个地方。然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5个软件里面大多数都是付费的。当然，这个对于苹果用户来说可能没那么友好，然后是安卓或者什么用户来说可以找找看看，对吧？这个难度比较低的。我最推荐大家下载的是这个Sky Guide， 这个 Sky Guide 呢是 iOS 专属的。虽然说它贵了一点，但是剩下它的这个贴图效果是非常好。然后安卓或者鸿蒙用户优先下载这个虚拟天文馆 Plus， 这个在网上应该是能找到资源。然后它的这个贴图给到的这些数据以及它的这个汉化的版本也是比较符合我们新手去使用的。然后呢，下面2个软件云底和指南针，这个也是出差必须有的。这个指南针基本上我们每个人手机上它都是有，它是用于我们基本的这个方向判断。好的，这一栏是我们讲到的最关键的。到了这个地方要怎么去拍？那对于安卓或者华为的手机来说呢，直接照抄这个参数，一定是使用专业模式，而不是那个夜景模式。夜景模式它是用手机自带的这个软件的算法去配上，它的效果是不如你手调的好的。那我们知道手机还有一个曝光模式叫晨曝光模式，这个我们可以用它来拍摄车轨、这个水的这个流动，还有一些星轨，还有星空跟银河。但是我个人使用下来呢，如果说你到了云南啊、甘肃啊、新疆这些黑暗的地方呢，我个人不推荐使用，因为这个各家软件的算法，它对这块的优化不足，所以导致它拍出来的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会出现死黑啊，或者是白平衡不准的情况。但是你到了后期软件一拉，这些全是断层，对于后期处理来说其实是不利的。然后呢，我们所有人的手机它都有3到4个镜头，苹果的少一点有2个的。用哪个镜头呢？用主摄。通常来说，手机上面的这个主摄像头是广角摄像头，焦距大概是在23到35之间。它呢是整个手机里面性能最强的摄像头，它的传感器最大，光圈最大，能收出来的光线最多。这个对于我们上拍摄来说是关键的。然后呢，就是如果有可调光圈，可以把这个光圈到最小的时候。然后快门，基本上手机都是15到30秒，然后还有感光度，最好不要低于2000，这个晚上的这个景象就太暗了。还有一个关键就是白平衡，有些朋友去拍摄自动白平衡啊，或者说是没调准，那这个白平衡的参数也会偏得很厉害，导致这个银河严重的偏蓝或者偏黄，这个也是白平衡不准的一些因素。然后还有这个关键的就是一定要进行手动的对焦，这个自动对焦在晚上呢基本上是无法工作的啊。我们需要找到当天晚上你在天空中能看到最亮的一颗星星，然后在手机中放大对焦，让这个星点最小的时候，它就是对上焦了。然后记录格式呢，我们除了这个 JPG 之外，还可以选择手机上的 RAW 去进行记录和拍摄。这个呢，如果说有这个后期推荐需求的小伙伴呢，这个一定是要勾选上。这个手机的 JPG 它的这个后期处理是比较小的，可以拉出半层。然后对苹果用户来说，据我所知啊，最新几代的这个苹果的夜景模式，它的性能是非常的优异的。用它自动这个曝光模式拍，其实也是不错的效果。
对于相机来说，应该怎么拍呢？我们就是要使用到相机的这个 M 档，也就是全手动的这个档位。如果说在出道仪的情况下，我们用镜头的这个广角端最长至少是不要超过50毫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光圈要开到最大。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成像素质太差的话呢，这个镜头光圈可以缩小到1到2档。说这个佳能这个相卡1.8，它1.8的时候呢，边缘这个画质是完全没法看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缩到2.5、2.8去拍摄，但是呢，并不能小于 f4。这个 f4的光圈对于拍星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极限了。再暗的话，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成像的噪点来说，都非常的影响非常大。然后快门是5到3秒，这个5秒来说也是相对于一个50毫米的镜头。然后白天同样是选择灯光或者4500到5500的这个色温，同样需要选择对焦，需要放大星面。有一些朋友经常拍，像我的这个群里的一些小伙伴，拍了一晚上，非常高兴，光圈这个光管影响效果很好，结果放到电脑上一看，失焦了，一晚上白干。所以这个对焦啊，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呢，这里也说到了用这个延迟快门或者快门线进行拍摄，防止它在快门上的一刻产生的动，然后影响到你这个整个30秒曝光的作费。这个低度模式呢，也是可以选择弱模式的。好，拿这套参数去拍的话呢，有什么效果呢？大概就是这样子啊。这些都是基于我们这个手机还有相机，然后曝光30秒以内能拍摄到的效果。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已经逐渐端倪了。只要说我们到了一个好的环境，有一个好的天气，这个都是靠上参数去拍，找对方向，基本上就是手到手来的。然后，大家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如果能曝光再长一点，是吧？如果能曝光再长一点就更好了。这个我们所有人可能都是这么想的。如果能够再久一点，是不是效果更好呢？不一定。为什么呢？这是我3月份的时候在国园出摊开的一段延时啊。这个痛点其实很明显的。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呢，这个行星是在动的。那如果说我这个三角杆有更架的话，变成了就变成什么呢？它会变成轻轨。这张是刚才我列出来的用手机拍摄的这个影啊，曝光25秒。但是如果说我们放大到100%的才发现，这个星轨已经最远的了，变成一条线。这个同样在相机上面也很明显，这个是40毫米的焦距，右边是135毫米的焦距。你会发现，如果说我按着这个相机不动，当它拍摄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呢，这个星星它是一定会脱离的。这里讲到一个计算的这个公式，叫300法则，是我们不用赤道仪的时候，我们这个相机脱线可以曝光的最长的时间。它是用我们的300是处于镜头的焦距，比如说14毫米，大概就能拍20秒是完全不出现的。对于35毫米来说，这个时间就变成10秒钟不到了，这个缩短其实很快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焦距越长，脱线越快。同样呢，如果说你的手机或者相机像素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有4000、5000万像素的，这个脱线呢，相对于你的这个图片来说会更明显，因为它覆盖的这个天空的视角会更小一点，所以说同样的这个放大到2000万像素的，是会2000万像素的脱线程度会比1000万像素的程度高。然后呢，这个结论，恒星它在长时间曝光的时候呢，必然会出现星轨，造成这个星空图像的模糊。这个星轨是同样可以拍摄的，虽然说它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它的拍摄门槛也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呢，如果说你需要同时满足长时间曝光，然后星星脱线这个的星空照片呢，
它的这个地球自转的特性呢，反过来限制了我们的最长的曝光时间。所以说我们固定了一个参在30秒以内，如果说超过30秒，这个星空投影，它的这个照片就会看。所以说，代表这个结论，如果说我们的曝光时间短，在晚上呢，它的画面很暗，限制的曝光时间会导致这个噪音变多，画面变暗，银河变淡。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克服呢？换大光圈的镜头，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一些 f1.2的、f0.9，这个镜头呢，通常不会太便宜。那对于一些新手入门的门槛来说，这个门槛也是很低的。所以等到最后你会发现，如果说你不用赤道仪的话，你想进阶，你想拍摄银河或者星云，它的这个实际的表现会更受限。怎么办？上这个赤道仪啊，这个是几乎唯一的解法，也是性价比最高的解法。它的原理呢，就是同步地球的自转，星星在东升西落。那我的赤道仪是不是我可以对准一个地方，然后只装上一个电机？这个时候我的这个相机就是同步跟着星空在旋转，一天转一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保证那星空在相机中它是不产生偏移的。然后呢，赤道仪主要是分成两类，一种是中大型的赤道仪，它是有2个电动的球，可以实现跟踪过程中的自动校准。它的重量是非常大的，我们这么一套设备下来，给你展示的这个通常是超过20公斤。那对于远行的或者徒步的朋友来说呢，或者说是带着这种小的相机，它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是非常重也贵，更别说那些大型的专业的功能台用的这些赤道仪是更大更大的。那我们针对摄影呢，也是刻画出了一套小型的设备，在看一下这里，只在这个壳子里面塞进了一个小的电机，还有电池，然后配上三脚架，还有圆盘可以使用。这套设备呢，相对于我们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赤道仪来说，其实是轻便的很多很多的。但是它有什么缺点呢？也有，就是它的功能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只能实现这种对恒星的跟踪。那对于自动寻星的，还有这个曝光时间超级长的，还有这种焦距超过200毫米的这种特写的这种画面来说呢，它就是相对来说是劣势。好，更赤道仪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曝光时间延长了。原来我在23毫米、14毫米，可能拍30秒之内的这个画面呢，变成了从14到135左右这个焦距呢，60秒随随便便拍啊，甚至有一些这个极限一点的，几周对着嘴，2分钟没问题。看到这个135毫米拍23秒的过程上，其实你那个星云啊这些细节它已经不是了，但是用这个赤道仪跟踪之后，都能完整的保持下来。第二个好处，随着这个噪点的减少，光信号的增加，我们这个银河里面的这个细节会发现更多了。左边这张是拍摄15秒，右边这张是拍摄1分钟，会发现15秒这张这个银河的这个暗部啊，它这些噪点非常的明显。这2个照片都是同样的后期手法，就是没有进行这种 AI 的降噪。这边暗星里面这个细节呢，明显的是更好。第3个好处，对于我们这个光圈较小，俗称这个狗头的这个玩家来说呢，也能拍了，而且拍摄效果还不错。这个就是佳能小痰盂拍的一个这个曝光1小时的一个中心的画面，这个图大概现在二手价格就是900块钱，发现效果还不错。因为刚才也说过了，这个 f1.8的时候画质非常差，所以说把它缩到了3.5米去拍，通过累积一定的时间，可以出这样的场景。可以看到累积了之后呢，这个银河的细节真的是纤毫毕现，所有的这个暗星云的这个布，还有一些红色星云的这个细节都是非常好的。
上网视导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玩法，比如说可以利用这些窄带的图像去拍摄这个新闻嘛。这个就是一个示例，左边这张呢是拍摄2分钟的一个最终曝光时间是1个小时，合成出来这个猎户座的画面。可以发现这些红色星云是比较暗淡的。这张图像我们在天文中通常称之为宽带图像。这个宽带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的这个相机可以同时收录到从红光到蓝光、红绿蓝这么一个可见光的这个覆盖的画面。所以说它拍出来的图像是彩色的。那第二张呢，阿尔法的窄带图像，同样曝光120秒，累计1个小时，会发现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这个星云更明显？这个是得益于什么呢？这个窄带图像呢，它就不再收集我们完整的天光，它只截取我们其中的一些星云非常亮的这个表现。比如说这个阿尔法，它的这个波长大概是636纳米。我们的这个相机只接收那么12纳米的光线，这个时候呢，光污染会有减小，而且这个其他的干扰会相对小一些，可以最终把这2张图放在一起，比出来这种红色星云明显绚丽的星云上。有了视导仪，焦距相对不再那么受限制之后呢，银河的细节也是同样可以收录下来。这张是天鹅座的北美星云跟提督星云，第2张是玫瑰星云和圣诞星团，然后第3张是昴星团和加州星团。而且可以看到，通过长时间的这个曝光之后呢，我们在银河中这个肉眼看到的，平时相机不太那么容易拍到的一些画面，这些星际的尘埃是可以被拍下来的。这3张拍摄的焦距呢，都是在130度，这个对于星野视导仪来说也是不错的。还有这个流星的拍摄与叠加，我们众所周知啊，北半球有3大流星雨，象限仪、英仙还有双子座。那我们现在是5月底6月，还有2个月我们就要迎来我们这个英仙座流星雨，还有12月底12月中的双子座流星雨。这2个流星雨呢，对今年想看的朋友们来说非常有利，它这个月相比较友好，同时这个拍摄条件呢，也是在过几年相对来说是最好的。拍摄流星雨呢，如果说想在网上那种满天流星的大片，它是怎么拍的呢？他们通常是架3到5台相机对着整个天空拍摄，然后呢用1台相机去拍摄整个天空的图片，然后呢这些相机对着不同的天空去拍摄1个晚上的流星，然后把它放到一张画面里面，就形成了那种特别绚丽的画面。但是呢，如果说你不用视导仪，那个流星它简直就像飞机一样在乱飞啊！对后期来说，那简直是地狱。这个一张图片上有200个流星，抠图都抠死了。这个电脑的那个性能都爆了，结果发现这个流星还没叠完，然后这个脑子也爆炸了。那上了视导仪之后呢，我就拿这个图片举例吧。双子座流星的辐射点在这里，但是呢，它会随着这个星空的公升湿度一直在变化，那从而导致我们这个背景的方向变化。如果上了视导仪把这个辐射点固定下来之后呢，我的这个星空的背景也是固定的，那我有的这个流星我截取下来，要简单的擦除它的背景就是不是对齐的情况。这个来说，对我们后期的也是非常的便利的。还有这种手机能拍的银河大片，同样是运用到了星野视导仪。这个是我一个好哥们跑到了这个不知道是川西还是什么地方拍摄的银河的照片，这个是用手机拍摄下来的，是运用到了这种首先是用到了这个星野视导仪，然后多张的拼接形成了一个画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拍摄的区域边的天区。边的这个地面带到另一个地面，是整个银河的这个完整的画面。说了那么多，不会用。这个是我们很多新手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啊。其实架在3脚架上很简单啊，大家都会架，但是发现
这个赤道仪，它有一根旋转轴之后，找不到那个轴心怎么办呢？那你摆回去之后，它用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有些朋友甚至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和价钱到这个赤道仪上面，结果带出去以外第一个晚上，发现自己连极轴都不会对。什么是极轴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星野赤道仪里面技术含量最高的这么一块。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一根轴心围绕着这个，是围绕这个轴心在自转的。然后呢，这条轴向的线呢向天延伸的，它的观点就是在这个北平极上。这个北平极怎么理解？说白了就是北极星嘛。北平极的这个位置是靠近北极星的，所以说我们满天的这个星星呢，看似都是在围着运动的。所以说我们那一个常识就是北极星不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们找极轴呢，找的就是这个点。我们要让这个点同步的跟地球的自转轴进行对齐，我们的赤道仪才能稳定而良好的运行。这个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汽车做四轮定位啊，不能四轮都不对了。那这样的话就知道怎么找北呢？我们找对方向跟辅助的星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里就是列举一下北半球的这种找北方法。至于说南半球的这个，虽然说我贴在这里，但是难度还是比北半球高很多的。因为我们北半球的北极星，但是南半球并没有南极星这个情况，所以说到了南半球北极星，这个难度是很高的，我们就暂时不说。那怎么找北极星呢？这个也是一个常识啊，就是找北斗七星。北斗七星沿着这个勺口5倍的这个方向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北极星了。这里做了一个简要的文字介绍啊。那假如说像我们深圳这个地方，一年中呢总有那么些时候是看不到北极星的，怎么办呢？正好在北斗七星的这个对面，我们有一个非常明亮的星座叫仙后座。仙后座在夜空中它呈现一个屏幕或者 W 型的这个形状，它的这个中心点呢斜向的也指向了这个北极星。这个是我们在夏季和秋季寻找北极星的一个办法。通过这2个星座，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到北极星的这个位置。当然，前提也是需要找到哪个地方是北，不然的话呢，在环境很好的地方呢，我们在天空中的这个星座呢，就是跟针织一样密，很容易迷路。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星图软件，带陀螺仪的这种星图软件，把手机对准方向，它会自动的进行校准，然后通过这种方式，还有这个手机指南针的这种来找到北极星和北斗星大概的位置。这个是前提是非常必要的。好，给大家10秒钟时间。这个是我吃饭的时候随手拍的一个照片，找一下普通的北斗七星和北极星，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离这个屏幕有点远啊，你们这样子看不太清。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好，3、2、1，我们公布答案啊。北斗星在这里。北极星能找到了吗？是不是？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尤其是你到了真实的环境，只要你能找到北方这个特征，其实还是很容易看到的。那我们找到了北极星，怎么样把这个赤道仪的轴线对准它呢？2个办法。首先先了解一下它这个赤道仪这个底座叫斜梯。这个斜梯呢怎么理解？你可以理解成一个2维的平台，它只能控制你的这个方位角的高度角。这个角度呢，其实就决定了你这个赤道仪的这个极轴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刻度啊，从0到6，对应的就是0到60度的这个高度角。那北极星的高度角是多少呢？它其实就是当地的纬度。比如说深圳现在是北纬22.5度，那我们就把
这个刻度呢调到22.5，其实就对应它大概的一个高度。然后呢，再通过手机还有星图的这种粗略的定位呢，可以把它用这些微图这有2个微调的螺丝，通过这一个松一个紧，我们就可以实现对赤道仪的这个方位角的配置。那如果说我在深圳看腻了，觉得深圳的星空实在没什么意思，然后去内蒙古怎么办？内蒙古的纬度大概是40到45这样子，那我们很简单，我们把这个离子松开，抬升我们这个高度角。当它调到4的时候，大概就是对应内蒙古的这个纬度，其实非常简单，是一个高度的一个方位角。然后呢，我们可以发现，赤道仪上面有2个辅助的工具，一个叫子前比，一个叫极轴镜。子前比很简单，打开之后呢，在晚上呢，你看它有个光柱，它是指向我们的这个赤道仪旋转的中心。那我们只需要这个子前比的这个在天上投影到的这个点呢，投射到这个北极星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就完成我们的极轴的直对的校准。但是呢，咱们也知道这个北极星它并不完全等这个北极星，它俩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这个误差。如果说你想进行长焦拍摄的话呢，我们是强烈建议要使用到一个极轴镜的。极轴镜呢，可以理解成是一个1倍的望远镜，大概5到8倍。它里面有刻出这些线还有十字的这些丝，通常叫做分毫板。上面有一个刻度，这个刻度怎么用？打开天空小程序，然后在菜单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实时极轴镜模拟的画面，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个实时的极轴镜，它告诉我们在7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在这个子前比粗略的找到北极星之后呢，然后我们用这个分毫板，用这个斜劈给它微微调到这里。这个时候我们针对的这个就是看我们这个时钟，然后对应的这个刻度，这个其实也挺好理解的，但关键呢就是要找到它自己的位置。然后呢，我们在确认了我们北极星对准之后，锁紧我们所有的离合，确保这个因素它不变动。好，讲完了使用跟拍摄之后呢，我们再来简单的讲一下简单的后期处理的思路啊。刚才讲到了这个白平衡偏移会导致图像变得更蓝或者更黄，那么这个星空的这个色彩其实就不那么准。如果是在完美的光染条件下呢，这个天空应该呈现出一种真性的灰色。那它是怎么调出来的呢？我们就要通过这个 Camera Raw 的工具，还有色彩平衡的工具，看哪里呢？看这些天空没有星云的地方，它应该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颜色？灰色。然后去移动我们的色温跟色调，让这个地方呈现出比较灰色的颜色。当然，如果说光染比较重的话，或者说你想给照片附上一些个人化的风格，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让它的颜色变成很明显。因为有光污染本身，这个天空是会带来染色，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赤道仪必须要涉及到了天地合成。那我们用了赤道仪之后呢，虽然说星星清楚了，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地面开始模糊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只需要拍2张照片，一张是星空清楚的，地面模糊的；一张是赤道仪关掉拍摄，地面清楚的，星空模糊的。然后呢，把地面抠出来，贴到这个星空的这上面来。这个我们叫做天地合成。怎么抠呢？其实现在我们到了这个2020年，相关的工具已经成熟了，你就直接选择这个导入这个图层之后，在 PS 的选择类栏呢，你可以直接选择天空，它就会选择这一片宏大的天空。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要的是地面啊，要天空没什么用，怎么办？反过来怎么办？
在地一个反选，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就是地面，然后呢按 Ctrl 加 C， 或者说直接点击一下那个蒙版，就把它勾出来了。最后的效果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地面清楚，但是星空也同样清楚的这个照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PS 的图层分布啊，这个图层0呢就是我们的星空的底，图层这个亮度跟对比度和色彩平衡是在这个星空的底上再进行一个微调的过程。这个呢是动态的，可以随时的调整。说操作一次之后呢，定下来。然后呢，地面它是在最高的一个，说明它是覆盖在那个模糊的地景上面。这个就是最简单、最入门的一个记忆思路。好，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祝大家有收获那些知识。非常老师的这个今天的讲述啊，我们先合个影，然后大家可以现场提问，或者来体验一下他们这个指导仪。先提问。你先提问吧，先提问，提完问我们合个影啊。谁有问题吗？对，还有这个。有。老师你好，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一块毕竟还是光污染太亮的嘛。那广东境内的话，你像猴岩或者说像韶关那边会好一些，但其实也是有点亮。那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能到的地方，就通过因为我没有车嘛，我们通过公共交通到的地方，其实它要不是县城，要不是市里面，都是一个光污染很强的。那我又不可能说，专门去为了一次拍摄，我就跑到沙漠里面去，西北跑沙漠里面去再归一夜嘛。那就是这种地方有没有那种，广东附近有没有相对容易到一点的，然后又就通过公共交通比较容易到一点，然后比较合适的地方，像是风车山那种，其实都不是很好。就你的意思是我们可能有些朋友不方便自驾？对，我没有车。有还是有的。你像那个入门门槛最低的就是四天台嘛，那个地方晚上找家民宿住下来，如果说你担心安全因素的话，找家相对安全的民宿住下来，它就可以拍。然后还有的就像这个广州的那个遵化，有个山叫阿布六山，顶上它是有一个交通台的。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公共交通只能到山脚下，我有一些朋友是大学生嘛，就直接用拼车或者打车到山顶，这样子辛苦一点就是徒步，因为那个也是徒线。那这样的话，那个罗浮山不是山顶，罗浮山山顶有很多人，我说罗浮山它也有一个平台，那也还行，但好像也有4点几的高。对，这个就是因为罗浮山没有实地去看过，只能说需要一些实地踩点照片嘛。如果你要到了那个地方，对，因为我经常会在那个地图上去收集这个拍摄的这个点，我会盯着那广东这个铜球。到了一个地方，你在地图上看的还不错，实际上那个广东经济太发达了，我靠！到了那个地方，发现整个地方它晚上灯都关了，就是天空都是白的，应该是。对，它的这个光污染实际上不小的。那我们其实如果说没有车的话，对于拍摄确实会比较困难一点。对，它收入的点少。对，我发现没有车，就首先第一个很多地方去不了，比如说一些就是2级或者3级的地方，基本上或者是周边乡镇没有车的话，在公共交通到是第一个。第二个没有车的话，那个赤道仪，就是如果是那偏重的，就是18千、20千的那种重型赤道仪，我也没办法。特别是没有爬山的话，我没办法把它运上去。有个车的话，就麻烦后备箱。所以我以前没有驾照的时候，也是找朋友一起拼。这个拼车是最方便的一个办法，是在拍摄群里，然后有钱大家倾巢动找到朋友一起去。有类似的一个群或者一个渠道。小赵老师，你那个大湾区的行动群
那我先跟大家有请。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包括大家，就它没有涉及到天文望远镜是吧？对，我们今天讲的主要还是一个200毫米以下的一个拍摄，就是通俗一点讲，就是手机的10倍之下。10倍之上为什么今天没有讲？一个是它的这个随着拍摄范围的减小呢，它的拍摄难度其实是陡然增高的。如果说像我刚才这个 PPT 列举的一个这个设备它的使用门槛还是很高的，所以说对于新手来说不建议。然后主要就是讲的一些是广角的拍摄，就是拍摄大范围的这种情况。如果有具体的星云、星团啊这些小范围的拍摄，它能做到，但是它范围没有那么小。然后如果说超过了一定的小的范围之后呢，现在有一个产品名叫智能望远镜，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我的问题是就是对于入门者来说嘛，就是有一些入门的那个望远镜，然后如果他用它来使用的话，可能就是你之前说的像深空拍摄或者是行星拍摄。那像星野拍摄的话，用天文望远镜搭配今天你讲这些，它有办法配合起来吗？不是一个门类的。对，其实一开始讲的就是你想拍摄那个叫深空摄影，就是星野摄影，它是包含地景在内的。对，我的意思就是，用天文望远镜它能不能做那个星野拍摄？就是因为它加上镜子之后，好像它就没办法把天地一起放在镜头里面来。挺难的，因为你所理解的这个天文望远镜，它的焦距通常大于300毫米，因为300到700毫米，甚至我们有一些大的望远镜，它是2000多毫米的。这个其实它的拍摄范围很小，然后所以就是那个星野拍摄，它就只能通过相机或者手机它本身的镜头去捕捉这个画面，是吗？对，就是我们有一个划分的界限嘛。当然说星野它是200毫米以内，你想用天文望远镜的话，它是200毫米以上。有本质的这个区别的，就是星野拍摄就得在200毫米以内，是吧？对，它的这个门类是有划分的。好，谢谢。老师你好啊，我是一个摄影小白。刚才你展示的那些星空的照片，虽然你说有瑕疵什么的，我已经觉得是非常震撼，非常的很绚烂。谢谢。我是想问一下，就是你真正到了那个去拍摄的，你看到的天空是什么样的？就像那个银河，你拍出来的，好像有一个星云是一条河，有绿色、红色，但是我们肉眼看到的是什么样的？肉眼看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咱们人类的眼球这个视网膜，它是有2种细胞，一种叫视锥细胞，一种叫视感细胞。这2种细胞呢，第一种它是用来分辨颜色的，它在强光下面可以工作的很有用，但是呢，到了暗部，这个视锥细胞它是不工作的，所以说导致了我们其实看到了所有的暗部的天体它都是黑白的。就是用于感知光线的这个视感细胞呢，它的这个在暗夜的情况下呢，它的感光度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它感知不到颜色。所以说我们为什么银河它在英文里叫 Milky Way 牛奶之河、牛奶之路，就是因为我们人眼在暗光条件下看到的这个银河呢，它就是淡白色的。当然呢，这个看到什么样程度的银河也取决于你去到的地方光污染。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在这个云南的美丽雪山看到了这种，即使是冬季的那个银河都是非常明亮的。到了夏季呢，更有甚者说，里面它能照出影子来，这个我没体验过啊。但是在西充这个地方，离城市比较近的，咱们看到的是像那种很薄很薄的云，淡淡的。但是我们相机拍摄到这些颜色呢，肉眼是感觉不到的。谢谢。谢谢。老师你好，我有个
组长，就是我请问一下，这个相机和感器这两个拍出来像假如我要拍那个天蝎座海滩，或者拍这个猎户座，我用相机可以做到一个感器的色彩。是这样子，就是你提出的需求呢，其实就是拍摄那个红色的星云嘛。就比如说，在银河里面有一些这些红色的这种叫发射星云，它呢有一个发射叫做这个 S 阿尔法，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窄的这个玩法，但是呢，这个对于不改机的相机来说，虽然说你能拍，但是它有很大一部分的光线也被过滤掉了，所以说第一个它的效率会降低。同样，你拍1个小时，它不改机的头像这星云没那么明显。第二个，它会产生一定的偏色。它这个实际上的颜色更接近于红色，但是如果说你不改机，拍出来的是偏紫一点的颜色。所以说，如果说你有很强的这种需求的话，我是不建议你去进行改机的。但是，当然刚入门刚开始拍不改机，它也是能拍出来这种效果。是那个让左边那个一张也是改机的效果。对，改是改的，也是改。对，不改的话，那个银河的话，不改的话，大概其实就是这种效果，就是这还是没有改过机的嘛。发现它银河其实是比较淡一点，也不是比较淡，就是你看到那个红色星云它是不明显的，但正常的银河这种光带改机跟不改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说你要刻画这种红色的话，确实是需要改机。就是说，如果有更多需求的话，就对我们爱好者一般的这个玩法呢，是买一台相对比较便宜的这种情况为主。比如说我用了好几年的这个老伙伴佳能6D，这个现在20考可能也1000块钱，然后再花个几百年改机，这样的话不影响你平时的日常使用，只有你获得比较好效果。然后如果说你自己只有1台相机，不像尼康 G8、G9 啊、佳能6、索尼 A7R5这种，本身自己日常用的比较多，但是你这个拿去改了之后呢，它日常使用颜色偏得很厉害。这种牺牲对于1年只出那么几次单的来说，其实有点大。这个长线下来，觉得如果只有1台相机的话，平时还是最好不要改。谢谢。老师你好，请问一下，就是之前有提到一个300法则，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残子的话，这个焦距要不要考虑等效的焦距？这个是吧？对。需要的，因为实际上，比如说用这个通常来说，这个18毫米的镜头加上1.5的裁切，就来到了28到30。这个实际的焦距是代表你拍摄下来实际的这个范围。那对于残幅来说，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样的这个像素数量，它的这个像素是更小。那对于全幅来说，是一个高像素裁切，那它的脱线其实会更加明显一点。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在不买大光圈的镜头的情况下，其实上是到1公尺。好的，谢谢。那个吃到1的好处是，吃到1的好处是，老师可以翻到那页吗？等一下，下一页，再下一页，再下。对，这个拍这个流星雨我实际拍过，就同样一张画面，那个看到这个图完全颠覆了我的实际看到的那个景象，不一样的。对，我们看到的呢，实际上都是往下的，都是从双主轴往下，实际拍出来还有很多横着的，是不是真实的？你看到也是真实的，拍出来的也是真实的。为什么？你为什么把那些过滤掉了，是吧？你为什么会提这种差异呢？其实很好理解，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东升西落嘛。之所以我们的图片展示出来的是从上往下，那是因为这个双子都已经在头顶，所以说它的这个
头顶下来的，就好像下暴雨的时候，这个头仰起来往天上看，它就是从上往下的。但是呢，你说的斜的这种流星的话，正常它的辐射点在地平线附近，所以说它会横过来。那个去年的双子座，我是现场实际拍的，用赤道仪拍的，就大量的是从双子座的那个往下辐射，有很多是这样的，还有这样的，有大量的这个火流星都是往这样飘的，不是从双子座辐射的。他们实际情况是这样。他们出现的位置很集中吗？不是很集中，但是呢，它很明显，那个亮度特别大。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你所在的环境比较好，就是当晚有一些随机的火流星出现，就是因为太空中不只有双子座这个方向有尘埃，还有随机的这个方向也有尘埃，你会很幸运的遇到一些比较亮的火流星。第二个情况，如果说你拍摄的这个所谓的流星亮且集中在某个区域，或者说在天黑或者天亮附近的这个时段拍摄到的，大概率是星链，就是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它在太阳照到地面之前，空中的卫星被照亮之后反射到地球光。不是，是真实的火流星。稍后有照片吗？有，稍后过来看一下。是，鉴别一下。不，那个，好，那，稍后我们过来再仔细看一下。实际上呢，那个双子流星雨呢，大家处理的照片都是这样的，实际上是4个方向，东南西北4个方向都有流星。没错，它全天都有的，满天都是。对，没错。好，那个下一个问题，如果是赤道仪不改相机加长焦，比如说500到600张拍那个星云，拍出来效果是什么样？老师有没有试过？不改机，以前有不改机，不上赤道仪拍，用赤道仪拍，用赤道仪，看你拍的星云的类型，就是这种典型的红色星云，就像猎户座大星云，夏天的焦湖星云，还有这个玫瑰星云这些，会暗淡一些。但是有些你拍那个宝星环这种不影响，拍仙女座星系也不影响。就它要看具体的类别，红色星云它是有区别的，如果不是红色星云的话，差不多。拍星云那个曝光时间一般是多长呢？拍多长时间？如果说焦距很长了之后呢，我们也会干一些导星，就是我们这个赤道仪呢，理论上来说呢，它是严格的遵循着这个地球自转轴方向去旋转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会产生这个地轴的偏差、机械误差等等的原因，还有这个大气的折射，这个会导致我们的拍摄长时间的图像过程中逐渐产生偏移。那这个导星就是用来把这个偏移给拉回来。那我们是在实际的拍摄中，一旦超过200到300的焦距，基本上都会用到这个导星。如果说不用导星的话，30秒，就是顶着这个30秒，10到30秒这个时候拍，然后尽量多拍一点。就是我们天文摄影，比如说拍星云那种，可能一张是180秒到300秒，但是如果不上导星的话，你这种片子是完全没法看的。那只能说我把180秒拍成1张来。明白。我说如果用导星是吧？说30分钟、60分钟是多长时间可以把这个星云拍出来？取决于它的亮度。就是拍多张回星再叠加。对，谢谢。好，还有一个问题，那个拍星眼的星空和这个地面合成，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呢，是地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比较好合成。如果前景，比如说前景有个树，有个亭子，这种的抠图，它的难度就非常大了。对，是吧？对。有没有您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是建议？可以了解一下那种亮度模板，就是根据一个亮度的情况去进行抠图。就是比如说星空比较亮的，地景比较暗的，它可以通过这种微调去识别出来哪些是暗的，就是亮的实在是我觉得有点复杂的话，就是一点点抠，这个是死办法。好的，好，谢谢。费时间吧。还有人问题吗？
请问我能介绍一下那个在深圳你做的那个红外银河拍摄的那个具体的感觉怎么样子？因为我自己也试过，我在蛇口那边拍，好像效果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我看你们之前发的，好像效果还可以，所以我看你这个大概怎么做的。这位朋友问了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红外银河拍摄。我一开始放了有一张这个。这个银河是可见光拍摄的，就说它会比较暗淡一点。然后说你具体了解到这个红外的银河，我是用的那个850纳米的路径，等于把这些可见光的光害全部都过滤掉了。然后呢，你拍的比较暗，可能是单张的这个时间不够。然后至于你说的区别，一个就是我拍的这个银河它可能存在一点颜色。但是红外的话，它的这个反差会变，细节会变，中间的这个亮度也会变，所以说它更多是作为一种娱乐的方式来玩吧。去年也确实也尝试了一下，即使在莲花山公园去拍它的这个效果也是很好，它基本上是给无刺光的，但是代价就是它的这个相机。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普通的微单跟单反是开不了的，没有一个相机，还有一个就是没有颜色，这个相对来说会单调一点。作为艺术作品来说，可以更好，大概是这样子。大家还有问题吗？我问一个题外话，那个张老师，就是你做这个星空拍摄是你的副业还是你的正业？一开始，因为我是小学那会开始，那会没事上网逛淘宝嘛，然后看到那个天文望远镜是带着什么新特朗的100块钱的望远镜，哇，厉害！那个时候入坑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家里条件有限，没有买相机，是到了大学之后。作为爱好者一直在拍摄，然后这2年算是主业。能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是主业哈，有些人想往这个方发展的话，主业的话一般怎么玩的？能分享一下吗？有那么几种啊，一种就是因为我也算是正经这个天文行业的从业者，就是这个赤道仪就是我们公司研发出来的，然后我们自己也在用这个赤道仪进行实际的拍摄跟测试。然后呢，这个是天文器材行业。那有些你看到的这个网络博主，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戴建峰、安九、叶子怡这几位大佬呢，他们是做这个更多是注重于拍摄，还有实际体验，还有视频图文方向天文科普，他们是全职的这个天文科普博主。然后他们每次出去拍摄就带了一大堆相机，包括还有达达老师，他也是这个方向更多一点。然后去拍摄，然后还有接甲方这个广告，大概是这个我了解大概是这么作为就是爱好者可以涉猎的这个行业。还有的就是天文的这个科普的这个编制岗，包括有一些朋友他在那个上海天文馆做一些这种天文科普的这个岗位。至于到天文科研这一块的话，基本上跟爱好者这个就多了。是天文科研有2种，一种是观测员，一种是数据分析的。是观测的话，就是让我们这个望远镜对着天空拍，获取这个数据。然后真正的天文学家呢，现在他们是基本上是不进行望远镜的操作的，他们是坐在电脑前面去进行数据分析和理论。这个是天文这块的这个大的这个职业方向。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这么长的这个天文拍摄的经验看，就是选点，就刚讲的这个光污染啊，或者这个天气，包括月相啊，选点和器材，包括技术，哪个重要一些？然后在这整个持续拍摄的过程中，我们怎么能这个
就是增加我们的体验感，让我们持续拍摄下去。可能我这个刚开始比较感兴趣，然后拍了2、3个月也找不到合适的点，然后也器材啊技术也没有刚入门嘛，没有精进到，就没有很好的体验，会一段时间我很辛苦。那在这3个这个不同方面，我该怎么去持续的器材，然后还有选点，然后还有技术。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光污染，影响其实是最大的，就是还是这张照片，深圳福田上空的这个银河，一年可能就那么几天，然后开发还是累计20分钟，然后你这个在后期花了很大的精力去抠叠加，去除光污染，然后再把它叠回这个影上面，这个过程花了1到2个小时，但是一样的这种效果，拿到那个河源啊什么的，手机稍微不要让它动，按一下夜景就好了。就是我说的，我经常跟一些新闻朋友说，你不要在这个城市里面整天折腾你那些技术没用的，在城市里安心搞你这个测试，确保你真正到了好的地方不要出差就可以了。这个深圳这些地方你要拍摄的很好，其实它的这个要求，你后期啊，这个器材啊各方面，这个难度是很高的。这个我也是这2年我才能做成这种照片的，以前我也做不出来。但是你会发现，你跟着这个朋友拼个邮费，然后花3、4个小时，或者说是花几百块钱票去到那些很好的地方，它就是随手出来的大牌，门槛非常低。那既然选点最重要，除了刚刚那个群，还有什么之前积累的一些选择比较合适的，大家这个爱好者能够分享一下。省内还是省外？都可以。省内的话，建议入门还是在从化阿国6，深圳市天文台也是西冲这一片，进行一个初步的拍摄，就是我们循序渐进嘛。然后有条件有机会的话，去到那个广东清远的阳山，这个汶川的这个七峰山，还有这个贵州的白峰湖水库。白峰湖水库这2年不太去了，因为那边露营爱好者有点多，他们晚上开很大的灯，就是周末去他们基本上都在那里开发，这个影响会比较大。就推荐河源的那个七峰山，清远的阳山，然后还有一个是也是清远韶关那边的一个水库叫嘉洞水库，那边基本上是整个广东拍摄最好的点。至于省外的话，到了大西北基本上哪也不能拍了。对，到了那个阿拉善沙漠那一块，其实那个环境属地都是。然后包括我去年去的那个云南的美丽雪山，那个地方都是很黑的，在路边找一个没有灯的地方，蹲下来觉得地景不错，拍就是了。这个还是门槛比较低，主要我觉得你想拍出好的片子卖出去，这一步是最重要的。那些拍摄地点，小红书还有一些公众号上面有写，这个微信群里有时候偶尔也会发。然后就是这个张老师刚才说的，奇峰山或者是去从化国6，现在搞的景村天文台的。对。然后还有像桃花湖，或者去新丰那个河源那里，这都比较近的。你可以找几个朋友到时候拼车什么一起，安全。对，就个人建议还是从一些相对没有那么好的环境开始拍，这样的话它成本会更低一点，就找深圳周边的开始。然后你到了这个云南啊、四川、川西啊、内蒙那些地方，我们先拍一个合影好吧？那有问题可以继续跟那个张老师。谁在帮拍？
重水准，对，可以加的。500万开成了，是吧？好，大家有问题继续跟张老师交流。还有人提问吗？老师，我问一个给小白的问题，怎么区别哪个是主摄镜头啊？怎么选择呢？主摄就是那个广角，1倍就是。1倍。对，没错。就是1倍。知道了。还有这次张老师他们带了明信片过来，在签到处那里，每人可以拿一张。拿一张。我觉得他们好像尾随在那另外一档。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深圳市天文学会的徐连达，然后负责主持今天的这个天文摄影的讲座。那今天呢，主要是讲银河的。然后这个场地方这边这个主办，今天我们邀请了这个张一鹏老师来具体的介绍银河的高阶的一个拍摄方法。然后下面呢就有请张老师来开始今天的讲座。